把那镯子给我。要镯子做什么？你我侍奉皇上多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全拜这个镯子所赐。这镯子里边藏着伤人血气，让女子不孕的零灵香。零灵香。哪有什么零灵香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一样带着？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，有一次摔坏了镯子，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，才知道了关窍。我现在戴的镯子自然是剔除了零灵香的，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，也不知是不是让它伤了根本。他为何要这般害我？你对皇后忠心耿耿，她却是把你当做一个可利用之人。而我至于她呢，从前底选福晋的时候就落下了心病，忌惮之外，也需要防备。他送你我这个镯子，就已经拿定主意，不让咱们生养了。怪不得我们一碗一碗的坐胎药喝下去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为何要这般对我？我对他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从不敢有二心。他说什么我都听，什么样的事我都坐在他前头。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为什么要断了我这般念想？为什么？珠儿，你醒了。您今天的气色好多了。我好久都没睡那么踏实了。刚刚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阿玛跟额娘，他们说念着我，让我病好了就赶快回家。恭喜珠儿，皇上晋封您为皇贵妃了。莫西，我在古董房给你安排了个差事，到时候内府的人就会来传你。奴婢不离开主。你一定要记得是谁害的我。奴婢一定记着。
婢快要死了，死前得告诉你一句明白话。皇后当年不想让你这样卑贱的女子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让你失了孩子。不是高希月做的吗？高希月才是恨极了本宫，你少替他辩解。是我们主做的不错，可是我们主对皇后唯命是从，否则就算他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皇嗣泄愤。那仪嫔呢？皇后虚情假意，表面要抚养仪嫔的孩子，其实根本不想多一位贵子威胁到有孝正的二阿哥。您想啊，没有皇后的授意，惠贤皇贵妃怎么敢动皇后的人？梅嫔娘娘细想想，我们主是个喜怒形于色之人，他怎么懂得这些暗中谋害的手段？皇后才是心思阴毒之人，还要我们主嫁祸给贤贵妃。是了，皇后的嫡福晋之位是从贤贵妃那儿得来的，自然是恨极了贤贵妃。奴婢是将死之人，不会信口胡说。他害你母子阴阳两隔，如今奴婢说个明白，死而无憾了。好啊，本宫到今天才算是真正的明白了。是啊，惠贤皇贵妃已薨，皇后娘娘失了二阿哥，却又生了七阿哥，难道中宫就这般好福气？害了旁人的孩子，都不用得报应吗？怎么不会？一定会有！老天爷不会放过他，本宫就更不会。是，说不定皇后母子的报应就在眼前了呢。七阿哥，你想怎么办？那你得帮我。这是长春宫乳母春娘的，是洗好了的，你将好便是。是。娘娘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是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我呢。是。长春宫的衣服好了吗？来了。谁啊？春娘，怎么了？七阿哥饿了，哭得那么大声，你没听见吗？娘娘让你赶紧过去。我换好衣服就来啊。谁也不许松动我的用草！娘娘，娘娘！皇后，幼童呢？皇上，七阿哥已经送出去，有太医照顾呢。都该死！怎么伺候的？皇上，乳母春娘不知何时得了痘疫，她天天给七阿哥喂奶，七阿哥就染上了痘疫。宫里最早得痘疫的是谁？不是都化了吗？是一个老嬷嬷，就是惠贤皇贵妃贴身宫女莫欣的额娘。之后莫欣也得了痘疫，他们都死了。不许送永聪出宫。协芳殿空着，将永聪送去协芳殿，
隔开来医治。皇上，永宗他还小，从未离开过臣妾，臣就要去陪永从。皇后，朕已经尽力了，尽力把永从留在宫内，可朕得为紫禁城里所有人的性命着想。娘娘，膳食都备好了，多少您还是记一些吧。娘娘，好歹歇会儿吧。您这样不吃不喝、不眠不休地守在协芳殿门口，都3天了，你也进不去啊。皇上，您在这儿跪了很久了，也不用膳，好歹喝点水吧。朕不喝。永从呢？永从还在协芳殿，太医们正在救治。皇后呢？皇后也在协芳殿，不肯离开半步。永从什么时候才会好啊？就快好了。明儿是除夕，新的一年，什么都会好的。亲爱的红啊！亲爱